结婚8年纪念日，丈夫资助的贫困女学生给我发来挑衅短信，照片里她戴着我的婚戒，拿着怀孕报告。宋兰姐，我和楚逸哥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就把他让给我吧。你一个会下蛋的母鸡，配不上他。我没有理他，反手将聊天记录发给丈夫。没过多久，楚逸的电话打来，对我一顿劈头盖脸的斥骂。小雅只不过是开玩笑，你怎么心眼这么小？别无理取闹行吗？怎么这么恶心？电话那头还伴着女学生的抽泣声。我没有多说一句话，直接挂掉电话。在拉黑他之前，我留下一句：离婚吧，省得我恶心你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卫生间劈头盖脸的吐了2个小时后，看着验孕棒上的2道横杠，我终于接受了一个不争的事实：刚刚还被别人骂作不会下蛋的母鸡的我，怀孕了。呵，我忍不住冷笑出声，可咸涩的液体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。孩子，你为什么要出现在你爸爸已经爱上了别人的时候啊？我有些绝望地瘫倒在地，等到走出洗手间的时候，却发现沙发上早已经坐着等候多时的楚逸。他黑着脸，还未等我开口，就强行把聊天记录甩在了我的面前。宋兰，一把年纪了，欺负一个小女孩，有意思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副狗仗人势的样子有多恶心？赶紧给我向她道歉！我的额头上还冒着阵阵虚汗，可是我相处8年的丈夫全然看不见，满心满眼的都想着怎么给他的小情人讨回公道。我轻轻地瞥了过去，果然，聊天记录上挑衅我的话语被删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了无雅楚楚可怜的卑微乞怜。楚逸，我跟了你8年，你不应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。如果不是他先来挑衅我，你觉得我会对他说出这种话？你到底是装不知道呢，还是真不知道？听了这话，楚逸的脸色变了变，也许是注意到了我这副虚弱的样子，他才稍有些无奈地对我说：不过就是小雅给你开了个恶作剧罢了，你有必要那么当真吗？你看看你整天疑神疑鬼的样子，跟个疯婆子一样，你什么时候能学小雅，变得温柔善良一点，非要这么咄咄逼人？我看着眼前曾经深爱了10几年的男人，此刻突然觉得他是如此的陌生，所以他处心积虑地破坏我的家庭。孕检报告单都已经甩在我的脸上了，你却还要我一直隐忍，甚至还要我和罪魁祸首道歉。我不禁被气笑了，可是腹中的疼痛却让我感觉无比的悲凉。我情不自禁地揉了揉肚子，楚逸正愁被我对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便借此来嘲讽我。我看小雅说的没错，你不仅无理取闹，还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。你说我和你结了这么多年婚，到底有什么用？即使我已经做好了打掉这个孩子的准备，可是当真正从我丈夫的嘴里听到这么凉薄的话语，我的心脏还是剧烈地震颤了一下。我强忍着眼泪掉下来的冲动，一字一顿地维护着我最后的尊严。既然我在你眼里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那就离婚吧。楚逸愣住了，我看到他抓了抓自己的头发，这是他不耐烦的表现。果然，下一秒他就声音冰冷地说道：行啊，宋兰，我倒要看看没了我养你，你怎么活？他摔门走了出去，好像从来没有回过这个家一样，空气凝滞的可怕，和我的心一样，一片死寂。我终于脱力地瘫倒在了地上。曾经以为会相伴一生的恋人，最终也不过就是浮于表面的一地鸡毛罢了。楚逸的动作倒是很快，我才刚刚打车来到医院，
他就把离婚协议书发到了我的邮箱里，并附上了一句简短的留言：早就嫌你恶心了，趁早签了，我还能给你留点面子。而此刻的我，即将要躺到冰冷的手术台上，结束我们孩子的生命。宋小姐，请您尽快做决定吧。医生催促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我按灭了手机屏幕，陷入了无尽的黑暗。整个手术就像是一场梦一样。等到我醒来的时候，陶夏已经把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拿给了我。陶夏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最好的闺蜜，如今她已经成为了业内知名的律师。看到我这副样子，陶夏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份离婚协议书根本毫无条理，简直就像是临时起意写出来的一样，上面充斥着对你不利的条款。现在你的丈夫把你搞成这副样子，你居然跟我说要不计一切代价签了它。宋兰，你是不是傻了？手术后的余痛还缠绕在我的身体周围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假装有些释然地说：和他这样的人浪费那些时间，还不是让自己心力交瘁？看着我虚弱的连一口气都喘不上来的样子，陶夏的眼里是止不住的心疼。我忽然想起我上次因为胃病进手术室时，也只有陶夏一个人从头到尾一直陪着我，而那个时候我的丈夫正在陪他的小秘书在夏威夷度假。他们穿着性感热辣的沙滩装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的朋友圈里展示着他们幸福美好的生活，而我却只能被疼痛在病床上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就像一条窥探他们幸福的阴沟里的臭虫。我忽然就明白了，原来我从始至终一直都是那个局外人，我早就已经和楚逸的生活轨迹脱离了。枕头下面被褥湿了一片，但我知道那早就已经不是心酸的眼泪了，而是绝望。陶夏最终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我明白了，宋兰，我会尽全力按照你的要求办事，但是在此之前，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我脸色苍白地点了点头，用我僵硬的脸庞努力地挤出了一个微笑。我真的很感激陶夏对我的照顾，因为他让我明白了，哪怕只是一个外人，都比我那个名存实亡的丈夫要好上千倍万倍。划开手机屏幕，映入眼帘的是吴雅最新发来的一条朋友圈。有些破破烂烂的小钻戒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吗？楚哥哥给我买了更大的，开心。照片上的戒指闪烁着诡异的光芒，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强忍着恶心与不适，给他留下了一条评论：那祝你们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陶夏的动作很快，他修正了楚逸一开始给我的那份离婚协议书的一些基本错误之后，就将整份离婚协议书带给了我。我一刻都没有犹豫，就立马在上面签了字。随即我便立马打车去了楚逸的公司。这段恶心又糟糕的婚姻，我一刻都不想再维持下去了。门口的保安见到是我，脸色有些变了变，随即有些无奈地对我说：夫人，不是我为难你，是楚总这几天吩咐了，如果是你来找他，一概都拦在外面。我愣愣地站在门口，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才不禁笑出了声。我的丈夫拿着我的钱投资的公司，可到功成名就之后，第一个抛弃的人却也是我。我强忍着心中的苦涩与怒火，平静地对他说：那你去告诉他，我不是来纠缠他的，我只是来让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保安不敢怠慢我，立马就通知了上去。我在门口站了足足有2个小时，直到快要全身脱力的时候，才有人来告诉我，我可以进去了。然而，当我终于用尽自己的最后一丝耐心走进了楚逸的办公室时，我才发现，总裁以上
做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吴雅。我忽然就明白了，楼下的保安为什么对我神色如此同情。被一个小三这样骑在脸上，确实挺值得同情的。楚逸人呢？椅子上的人笑了。吴雅有些得意地往后靠了靠。怎么样啊，宋兰姐？你不会以为你自己死皮赖脸地追到这里，楚逸哥哥还会对你旧情难忘吧？我想你现在应该看清楚了，楚逸哥哥爱的人现在只有我一个，我就算要天上的月亮，他都会给我摘下来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应该像一只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爬着离开这里。我看着吴雅现在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忽然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楚逸那么大一个985名校毕业的高材生，会喜欢上这样低俗无趣的女人？大概是人老了，品味也越来越差了吧。我没有理会他这些故意挑衅的风言风语，平静地从怀里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强忍着快要爆发的情绪说道：如你所愿，我真的是来和他离婚的。恭喜你呀，得到了我的破鞋。没发现你还有这种癖好，喜欢穿别人剩下的。我毫不客气地嘲讽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再也不在乎楚逸是否偏心，是否会站在我这一边了。从我的孩子死掉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对我的丈夫就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。可是我话音刚落，一个熟悉的男人就怒气冲冲地推门进来了，门被甩出了震天响的声音，把我和吴雅都吓了一跳。见到是楚逸来了，吴雅立马满心欢喜地扑了上去，然后委屈地哭诉：楚逸哥哥，我也不知道宋兰姐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突然就开始骂起我来了。我根本……你给我闭嘴！楚逸一改了往日柔情蜜意，突然开始愤怒地大吼了起来。他没有顾及一旁已经开始哭得梨花带雨的吴雅，而是恼羞成怒地拿起了桌上的那份离婚协议书。宋兰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你真的要跟我离婚？长时间的站立已经让我的嘴唇有些泛白，喉头也觉得十分干涩。但此刻面对发了狂的楚逸，我居然觉得十分的神清气爽。是啊，这不是你正所希望的吗？我舔了舔嘴唇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情绪的起伏。可是站在我面前的楚逸却突然开始慌乱了起来。老婆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离婚协议书都已经摆在你面前了，我已经拜托律师修改了上面一些法律上的错误，其他的条件都按照你发给我的那份来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我看着他现在这副虚伪的样子，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我没有，你不要再跟我闹了，好不好，老婆？我们不要离婚。也许是受惯了欺骗的缘故，此刻我居然觉得他的眼神真诚的可怕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我再也不会被他骗到了。楚逸，别装了，我们好聚好散，也能给彼此留点面子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不允许你这样。面前的男人突然开始发了疯，他把手中的离婚协议书撕成了碎片，然后疯狂地摇晃着我的身体。可是已经被折磨了几个小时之久的我已经经不起他这样的折腾了。我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，然后两眼一黑，就晕倒在了地上。模模糊糊的，我感觉好像倒在了谁的怀里，耳边还传来了女人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和男人害怕的呼唤声。那个熟悉的声音一直在呼唤着我的名字：宋兰，宋兰，你快醒醒！我好害怕你不要晕过去，你快醒醒好不好？而我只觉得厌蠢症有些犯了，想要让我醒过来，难道不应该给我做急救或者找医生来吗？怎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这么蠢的人？但是我来不及思考这些，我的思绪就彻底变得一片黑暗。等到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又躺在了那个满是苍白的病房里。
但是这次和以往都不一样，我的身边随机刷新出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男人——楚逸。他闭着眼睛，但手却紧紧地和我扣在一起，我不禁感到有些恶心，便使劲地抽了出来。他被我的动作给惊醒了，见到我醒了过来，他立马按了按呼叫铃，然后开始紧张地问我：“老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肚子还疼不疼？”可我现在看到他这副样子，胃里就忍不住翻江倒海。反正都已经说破了，我也不想再装了。你不用装的那么矫情，我一个人从小到大自己看病惯了，也没有死。要是你不放心，我让别人编的离婚协议书，你可以自己找律师，拖着对我们2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都不好。我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段，可是面前的男人却像个傻子一样，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，反倒是像个贤妻良母一样，从保温袋里面端出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糖粥。今天下午累着你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我看到他这副样子就来气，一把就把粥打翻在了地上，滚烫的粥溅在了他的手上，一下子就烫出了好多个红印。但是楚逸却顾不上疼痛，第一时间确实来检查我有没有受伤。老婆，手有没有被烫伤？但我听到他的这句话，心底积压已久的怒火却瞬间爆发。你到底在凹什么深情人设呢？楚逸，离婚是你提的，我连字都签好了，你现在在装什么？我现在没有钱，也没有青春给你消耗了，我求求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说完这些，我的泪水就像决堤了一般涌了下来。楚逸惊慌失措地看着我，手里拿着的纸巾颤颤巍巍的，却怎么也不敢递过来。老婆，你别这样叫我，我听着觉得恶心。我没有控制住自己，一个巴掌就甩在了他的脸上。可是被打的男人却没有丝毫的怨言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了。前几天还叫嚣着要跟我离婚的人，居然就这么转性了。楚逸就这样死皮赖脸的在病房里照顾了我1周，怎么赶也赶不走，就连逃下来了，都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因为现在我们还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，他也就是我的病人家属，就像一只狗皮膏药一样，死死地黏住了我。就当我以为一切都失去了希望的时候，吴雅找到了这里。我头一次觉得她的出现是那么的让人开心。见到了我们这副浓情蜜意的样子，吴雅果然破防了。我才发现，既然只过了区几天，她就已经从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的黄脸婆。但是同样令我震惊的是，见到我们的这副样子，她嫉妒的眼神虽然流露出来，但是更多的是害怕。我甚至还能从她的眼底品味到一丝憎恨，是对楚逸的。没想到短短的几天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居然可以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不禁有些好奇，那天在办公室里，我晕倒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？我偷偷地联系了楚逸的助理，通过他的描述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一天楚逸并不是不在，而是一直在隔壁的监控室里。听到这里，我更加觉得可笑，无非就是觉得有2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，觉得非常有面子罢了。直到我真正拿出离婚协议书的那一刻，他才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。我看到方助理支支吾吾，又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大段，心里也大概明白了个大概。那天给我发邮件的人，我自然能够猜到是谁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楚逸从来都没有跟我撕破过脸，但是这么迫切的想要让我离婚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吴雅。可想而知，他私自利用楚逸的邮箱给我发了邮件，之后一定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吧，不然现在还未等我开口说什么，
他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病床前。宋兰姐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说你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我不应该让保安把你拦在外面2个多小时，我不应该偷偷用楚总的邮箱给你发信息。他每说一句我不应该，就往自己的脸上抽一个巴掌，听着十分清脆，手上的力道看起来也挺足的。因为楚毅一直在旁边恶狠狠地看着他，像是要把这个小女孩生吞活剥了似的。等到无牙打完，楚毅又开始满脸堆笑地看向我：老婆，怎么样，有没有解气？我神色冰冷地看着他：完全没有。你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让我原谅你出轨的事实吗？楚毅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从前给我的伤害，这一辈子都是泯灭不了的。我会带着你在我心上划的伤口一直进入到地狱，永远的记得你是一个怎样忘恩负义的男人。也许是我的语气太过于怨毒，楚毅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随即他突然也扑通了一声跪在了我的眼前。老婆，那我究竟要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？我冷笑了一声，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和楚毅谈不上青梅竹马，我们高中的时候相识，在同一所学校念书，也许听闻过对方的名字，但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只知道他是我们学校鼎鼎有名的富二代，是个花花公子，身边的女孩子无数。直到和他上的同一所大学，我才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那是在一场校庆表演上，阴差阳错的，我居然和他分在了同一个社团。社长说，我们郎才女貌的，看起来挺般配的，不如就一起表演一个节目吧。于是我们就这样不经意间走到了一起。每天晚上2个小时的排练成了我们感情的培养皿。我在弹奏小提琴的时候，时常也感觉自己的心跳跟着节拍一起跳动。后来我大概才知道，我应该是喜欢上楚毅了。我想那个时候，没有一个女孩子不会被一个温柔大方、身高1.85米、长得又帅的男孩子给打动吧。更何况后来还是他先给我表的白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连1秒钟都没有犹豫，就答应了他，生怕他下一刻反悔似的。那个时候，楚毅还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一般，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，然后柔声告诉我：小兰，不用那么着急，答应我也可以的，我会慢慢给你时间考虑的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身边没有别人，我就一直会在原地等你。多么浪漫的情话呀！可惜的是，后来只不过都是一团泡影。在我们大3那年，楚毅爸爸的公司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漏洞，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来填补公司的亏空。他即使走投无路，到处求人，也不肯开口告诉我。直到我从他的兄弟那里知道了他每天晚上都要去咖啡店打工，我当时拿着身份证就拉着他跑到了民政局。跟我结婚吧，楚毅，我给你嫁妆。我说不清楚，他当时看我的那个眼神，带着一点悲观的、痛苦的，用无奈的情绪。直到很多年以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深深地刺痛了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吧。但是即使是那种情况，他那个时候也没有埋怨我，只是认真地告诉我，这并不是单单的只能用钱就能解决的问题。他认真了，带我去挑了婚纱和钻戒，然后跟我去见了家长。我爸妈自然一开始是很不赞同这门亲事，但是后来实在拗不过我，我用爸妈给我的副卡填补了他们家公司的资金漏洞。结婚的时候，楚毅热泪盈眶地告诉我，以后他们楚氏的股份永远会有我的20%。也许从那个时候，我和他的婚姻就从一场简单的校园恋爱变成了一场商业交易了。
我有些自嘲地笑了笑，看着身边现在倒在我病床边上的男人，难怪结婚之后他从来都不让我出去工作，原来只是为了弥补当年他那可怜又稀薄的自尊心。出院的时候，楚毅依旧赖在我的身边。陶夏毫不客气地把打印了几十份的离婚协议书塞在了他的怀里。我重新编辑过的。你这个坏男人，要是想跟小兰离婚，一分便宜也别想占到。他搬着重重的一沓纸，有些无措地看着我们远离的方向，直到我们走远了，才反应过来，跌跌撞撞地跟了上来，想要抓住我的手。但是我不着痕迹地甩开了他，我没有用力，但是他看起来一脸破碎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他永远抓不住了一样。陶夏在一旁嘲讽道：“男人嘛，永远直到失去了，才发现那是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不配得到爱。”楚毅有些干涩地张了张口。照顾我的这几天，他整个人也形容憔悴，连公司的事情都没怎么管。方助理的电话都已经打到了我的手机上，但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手上20%楚氏集团的股份已经全部卖给了楚毅的对家。这个偌大的集团，还有这个我曾经深爱过的男人，都只会变成我未来路上的绊脚石。我始终坚信，仅凭那么一点点知道真相以及被戏耍的愧疚之情，根本不足以支撑我跟楚毅本来就支离破碎的感情。事实上，也正如我猜想的那般，在学生时期，我就发现楚毅是个中央空调，无论是谁求他帮忙，只要对方装装可怜，或者是长在了他的审美点上，他都会尽量答应。所以，更何况是已经相处了7年之久的吴雅。还记得楚毅刚跟我提出他要资助贫困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指着吴雅的照片，笑盈盈地对我说：“老婆，你看这个女孩子笑起来像不像你？”我就决定资助她了。我当时居然还觉得十分感动，现在想想还真是傻得可笑。因为读书时期的巨大的经济差距，让她卑微的自尊心有了落差，所以她现在试图在一个长得很像我的女孩身上去找到自己的优越感。后来，我的生活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吴雅的痕迹，朋友圈里就算是无意间她晒出的一杯咖啡，她都要拐弯抹角地往楚毅身上扯。一开始，楚毅告诉我，那不过就是小女生喜欢卖弄虚荣心罢了，每个女孩子都会有这种毛病。吴雅还小，让我不要跟她一般计较。我确实没有斤斤计较，但却换来了吴雅蹬鼻子上脸的得寸进尺。我们在过2周年纪念日时，楚毅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，让我一个人在餐厅白白的等了2个小时。可是后来，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吴雅发的照片，画面中那只带着绿水鬼的手，无疑和楚毅的一模一样。而更让我呼吸一滞的是，这只手放在了他的肚子上，配文是：“这个月经来的真不是时候，痛死我了。还好有总裁大人牌，贴心暖手宝。”我几乎是立马就打了一个电话过去，可是电话那头等待我的是什么呢？楚毅一点都没有做错事的觉悟，反而还莫名其妙地指责我，她一个女孩子无父无母的，今天生理期不舒服。我就关心了一下，又怎么了？你自己也是个女人，就这么不懂得共情吗？还是说你就这么没有同情心？宋兰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恶毒的女人？可是她终于匆匆地赶到了我们周年纪念日订的餐厅的时候，又带着一枚不知道从哪里买的戒指，有些愧疚地对我说：“老婆，我来迟了。”好像电话里那个对我凶神恶煞的男人不是他一般。我究竟在他这样唱双簧的日子里度过了多少个日夜呀？
我真的好累好累。陶夏告诉我，如果楚毅迟迟不答应离婚，那么我就只能去申请离婚诉讼了。前提是我要有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。光靠吴雅朋友圈里的那些照片还不足以支撑我们感情破裂，所以思虑再三，我找到了方助理。他刚开始进入楚氏集团的时候，被人诬陷穿了小鞋，然后丢掉了晋升的机会。我帮他成功平反了冤案，所以他一直都说自己欠我一个人情，愿意一辈子帮我。其实一开始我也并不知道吴雅和楚毅非同寻常的关系，是方助理一次又一次悄悄的暗示，才让我有所警觉。所以这一次，我决定拜托他帮我一个大忙。这些天，楚毅其实一直都在骚扰我，无非就是变着花样，换着号码，祈求我不要离婚。其实我现在已经明白他在打什么算盘了。这个男人大概是脸皮薄的可怕。那天在监控室里看到原配被小三这样骑在脸上，周围的很多工作人员估计都会暗戳戳地议论这件事情，人言可畏。从小要得风要得雨的楚毅，又怎么能受得了呢？他一直在试图挽回和我的这段感情，或者说是维持表面上和谐的婚姻，其实也就是他在维护他那仅存不多的自尊心罢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就将他的希望彻底破灭吧。2周后，在楚氏集团最新研发的产品的新品首秀会上，海城所有有头有脸大集团首脑全部聚集到了这里。我轻轻地摇晃着杯子里的红酒，这场盛大的宴会将会有他们共同见证。楚毅作为公司的代表上台发言，看到了在台下盛装打扮的我，一时间竟有些失神。在接手楚氏集团的这些年里，我想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陪伴了我8年之久的妻子宋兰，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从前是我不懂事，没有好好珍惜她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会让在场的所有人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永远只会爱她一个人。要是换作像吴雅那样的，或者是从前的我的话，也许我一定会被他这副感人肺腑的发言感动得痛哭流涕，恨不得生生世世都要跟他在一起。但此刻的我看向他，却只觉得满脸厌恶。聚光灯全部熄灭，人群发出了疑问的惊呼声：怎么回事啊？灯怎么灭了？大荧幕上赫然出现了一对男女缠绵交欢的小视频，即使视频模糊不清，但是从发出的声音和男人标志性的穿着上，不难看出，画面里的人就是我的好丈夫楚毅，还有他资助了多年的女学生吴雅。人群瞬间沸腾了起来。我的妈呀，这是谁呀？这么不检点，怎么在公司的发布会上放这种视频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视频上的男主角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位呀！我的妈呀！堂堂楚氏集团的总裁居然做出这种苟且之事。那个画面上的小姑娘一看就不是他夫人，玩花了，还舞到正主面前来了，简直是不要脸。对呀，我还听说当年他们家公司危机，还是他老婆拿出的钱替他度过了难关，没想到他就在外面做这种事情，简直猪狗不如。人群的议论声纷纷不断，每一次每一句都深深地戳在了楚毅的心窝子上。他像个疯子一样冲着后台喊着：关掉，快关掉！到底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放的？我一定要把他开除，开除！而我淡定地走向了舞台，拿过旁边的话筒，我清了清嗓子。我想诸位大概也看到了，刚刚还在台上深情地向我示爱的丈夫，私底下就是这样向我表达感情的。不仅如此，大屏幕上又出现了吴雅给我展示的孕检报告单，还有她躺在我的婚床上向我示威的照片。
小三都已经爬到我脸上来了。我的丈夫告诉我，这一切都只是恶作剧，让我不要斤斤计较。但凡是一个正常人，都不会这样如此的维护一个外人。今天我就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：我和楚毅的感情结束了。我并不想以这么不体面的方式将我们婚姻的漏洞展现在大家面前，但是我真的快坚持不下去了。我的语气哽咽，全然像一个被伤透了心的妻子的模样。可是楚毅看向我的眼神，就像是豺狼野兽般，想要把我撕碎。他咬牙切齿地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呢？宋兰，你就不能给我留一条活路吗？”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：“你说我是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的时候，强迫着我给你的小情人道歉的时候，你有想过给我活路吗？楚毅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你总不能一辈子当个缩头乌龟吧？”我嘲讽地看着他，就像看着当年那个被欺骗了的自己一样。好，既然你非要做得这么绝，那我就满足你。楚毅抢过话筒，对着台下的人大声宣布：“离婚，离就离。这些年我早就受够了，每一次出去谈合作，你们都要拿他当年资助我的事情嘲讽我。可是结婚这么多年，这个女人有为这个家里挣过一分钱吗？我早就还清了。我就知道她对我心里的怨言远远不止这些，积攒了太多，如今终于肯发泄出来了。”我平静地递过一纸离婚协议书，楚毅连看都没看，就在上面签了字，然后一把甩给了我：“赶紧给我滚，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。”陶夏被我这一番操作给震惊了，她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昔日里只知道退让的闺蜜，如今可以做到这么绝的地步。我将楚氏集团公司股份卖了出去，一共卖了6000万。陶夏瘪了瘪嘴，没想到20%的股份才值这么点钱。我安慰他道：“不是这股份这么不值钱，而是楚毅这个人就不值钱，所以他的公司也跟着贬值了。”那个小视频是方助理在楚毅的私密文件夹里找到的，如今他也从楚氏集团辞职了。我有些愧疚，想要给他一些钱补偿。可是方助理却告诉我说：“宋姐，当年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在这个行业就绝无活路了。你知道一场黑料对于人的影响有多么的大，如今为了你做这些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况且我在楚总身边干了这么多年，早就腻了，现在也想自己出去闯闯。”我有些感慨，但却还是没有强求他。我拿着6000万，带着陶夏去了圣弗朗西斯科。他之前一直就总叫着要跟我一起出去玩，但是因为楚毅家里的事情，我们一直耽搁到了现在。正在全是陌生人的街头，我们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。异国他乡的气息显然让人更加兴奋。爸妈很担心我，因为那天发布会上的事情很快冲上了热搜，他们担心我因此而吃亏，但是我却无所谓地告诉他们，我把楚毅公司的股份倒卖了6000万，现在拿着钱在外面潇洒了。方助理没有一个人离开公司，他带走了他所信任的一批下属，还有顾客。这对于楚毅的公司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因为方助理是他的左膀右臂，如今他现在被丑闻缠身，连最得力的助手也离开了他，可谓是众叛亲离。我们之间偶尔也会联系，然后我也知道了一些楚毅的近况，我才知道他为了解决自己的丑闻，为了不让自己背负一个不负责任的骂名，竟然舔着脸娶了吴雅。我和陶夏听到这件事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吴雅也终于算是实现了自己嫁入豪门的梦想了，但是没等她高兴几天，竹意就发现了她假怀孕的事实。
当初的那张孕检单自然是假的，如果是真的，他也不至于敢拿到我面前来耀武扬威。我和陶夏在圣弗朗西斯科游山玩水，在这里的美术馆，我遇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华侨，叫戴文。和楚艺完全不一样的是，他整个人幽默风趣，但是又很懂得和异性保持分寸。我们相处起来十分的舒服。他带我们参观了圣弗朗西斯科几乎所有有名的景点，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是个户外艺术家，平时就喜欢采风。于是我们很愉快地结成了旅游搭子。而在国内，听说楚艺的爸妈因为他和我离婚的事情大发雷霆，坚决不同意给吴雅办婚礼，也不同意让这个女人进楚家的门。但是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，楚艺只好破罐子破摔，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单独住了出去。很快他就发现，以前看着温柔可人的吴雅，实际上就是个什么也不会的草包，既不能像我一样在富泰圈给楚艺拉来投资，也不能帮他处理公司的财务报表。吴雅只会整天花钱，用楚艺给他的卡买一些华而不实又价值不符的东西。公司的事情本来就乱成一团糟，再加上回到家之后又看到家里面那一堆没用的东西，再看看自己越来越少的银行卡账户余额，楚艺很快就按耐不住了。很快我就在国内的网站上看到了楚氏集团总裁家暴的新闻，照片上被打了马赛克的脸，不用说就知道是谁，整个身上青青紫紫，看起来没有一块好肉，想必是吴雅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才会兵行险招找来记者把自己曝光吧。终于在今年冬天的时候，楚氏集团正式宣布破产了。而此时的我即将和戴文步入第二段婚姻的殿堂。既然楚艺可以那么快就能拥有第二段婚姻，那么我为什么不行呢？况且经历了这么多段波折的感情之后，我也终于明白了，其实婚姻里最重要的并不是感情，而是一直长长久久陪伴下去的忠诚。再次见到前夫的时候，已经是来年的春天了。我带着戴文回国看望父母，却在街角的便利店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佝偻着背，看起来像是被生活的压力压弯了腰。我只是匆匆扫过，便再也不会想起这个人的名字。冬去春来，有些该忘的，便再也不会记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